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心玲。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是怎么样在澳洲短短2个月之内被诈骗到快疯掉的事情。就这支影片只会讲3个诈骗事情，但其实时至今日已经有第4次出现。我真的觉得搬来澳洲好贵啊！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被诈骗，而且还莫名其妙变成一个连环事件。可能是我不够聪明，或我太傻了，或怎样的。但是不论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谨慎，你都有可能很不幸的会遇到诈骗的事情。所以我希望透过今天这支影片去分享诈骗的过程，让大家可以对这些诈骗手法有更多的了解，然后预防更多人被骗。那就麻烦请你先按这支影片一个 like， 因为你按一个 like 很快，但是我处理这件事情跟拍这个影片都弄了很久。然后这支影片有点像是 podcast 的形式，因为我当时是边跟朋友聊天时边录下来讲的。那音质有一点点差，就 sorry。然后如果你想要看到这整个诈骗事情中最精彩的部分的话，直接跳到后面去，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诈骗而已，它还包括性骚扰跟恐吓，还有歧视，有的没的，对。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精彩的部分，就直接跳后面去。开始了，我在澳洲短短1个月，我才刚搬去1个月，我被诈骗了3次。Oh my god！ 第一次被诈骗其实没有被骗成功。第一次诈骗概念就是我要找一个长期住宿，然后我是在一个大陆叫做今日澳洲的 app 上面找的。然后这个 app 其实是一个我朋友告诉我的，我就想着用看，找一个看 OK 的，然后我就跟那个人联络，然后那个人就说他现在人不在雪梨，所以呢，如果我跟柜台拿钥匙的话，然后进去看房子，我要先付一笔钥匙的押金，就听起来感觉好像也蛮合理的，就是因为毕竟你人不在嘛，那我要进你房子，然后付个押金拿钥匙，好像也算合理，对。可是我当时有点犹豫，是因为我在之前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你没有看到房子，你不要付任何一笔钱，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有点犹豫，我要不要付这笔钱。然后呢，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上帝刚好安排，因为我刚好没有现金，就是完全没有澳币，所以我也没办法转账给他。然后我就想说跟我朋友借钱，然后我转台币。然后他就说好啊，可以借我这样子。他就有问我说我是要拿来干嘛的？我是怎么找到的这样？我跟他叙述完，他就跟我说不要转，这一定是诈骗。然后他说他之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个钱被骗还是小事，是那时候被骗的时候，他的户头还被当作脏户头洗钱，就是有外面的钱转进来。他就跟我说不要转，说好像都没转，对。但是我心理层面是已经被骗成功了，我只是最后没有转出去而已。这是第一个诈骗，这小事。第2次。这个比较不算是真诈骗，到当下我有在我的 Instagram 分享。那这第2个事件呢，基本上就是一个 Airbnb 广告布时有点诈欺的事件。对，那故事其实很冗，然后我也觉得没那么好听，所以呢，我决定就是把之前 Instagram Story 上面分享的东西放在这里，就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暂停下来读。但简单来说，我就是被骗到一个很脏小的房间，收一样多的钱然后对方态度又很差，所以就让我很想赶快搬走，因此就落入了第3个诈骗。我第一次被气哭，我哭了一整个晚上，我就觉得好委屈哦，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烂的人，就是后来隔天早上，我就觉得天啊，一个周末，然后我要被这个烂人整个周末都不见嘛，我说算了，我还是先去海边好。所以我就早上一起来就好难过，一睁开眼就觉得那房间超恶的，然后就晚上出去，一早就去海边。我不知道，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多平安，就觉得反正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就会有办法找到下一个地方。但心散了一阵子之后，我才开始滑手机要找房子，就是这个滑手机找房子就帮我找到了下一个诈骗事件。 Oh my god！ 因为其实我一直有在看饭店或是 Airbnb， 想说有没有办法直接订2周，但是完全没办法，要么就是没有办法完整住2周，不然就是超爆贵，住2周你可能10几20万台币就会不见的那种贵，我不可能为了2周住宿花10几20万台币吧，这是不合理嘛。他说后来呢，还是回到那个今日澳洲 app 上面。他就觉得大家千万不要用这个 app。他说因为是短期的，就基本上只有这个地方找得到。就直接讲说我最后被诈骗那个，这个跟我沟通的人他叫做奥斯通，我用 WeChat 跟他联系，我就说我要看房，他请他既有的租户让我看房型，因为基本上房型是一样，所以呢我就去跟他的一个既有租户去联络，然后我真的就去他那边看房子。在看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真的是租户？我说你是怎么找到的？你跟这个人是怎么沟通的？然后对你住的怎么样？他就说他是在小红书上面找到的，然后呢，他也是用 WeChat 跟这个人联络，他住了2个月都没什么问题，这样子。跟我讲说他是怎么样付定金的然后钱是怎么交的然后交多少钱，就是都跟我讲细节，听起来是好像是 OK 的。我就想那
2周还好吧，就是2周住完就没事，就应该可以试试看。所以那时候呢，他就要我先付500块的定金，他帮我把房子就是确定定下来，就要转500块给他。入住之后呢，我再给他现金，剩下的金额这样子。就是其实我在转账的时候就有点过不太去，就是银行有一点把它挡掉，就说这个都是在 pending， 对方就说那截图给他看就好，所以我就把它就是事到如今，我就继续试试看好了。我就想着好，隔天就可以入住，我就安心睡觉。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突然回我说，哦，他忘记了，他睡着了，没有订到今天可以入住的，他只有订到后2天可以入住。我说不行，你跟我讲今天就是今天，然后我就已经要退房了，我就是要离开这个荷兰的 Airbnb。他就说，哦，那我自己打电话跟那个公寓讲。好，我说你不能帮我打电话吗？就是这不是你订房的事情。他说不行，他一定要本人。我说好吧，那我打。然后我打，就好像那公寓真的人很 nice， 他就让我提早入住。刚刚为了保持安全驾驶，所以我们3度暂停，现在进入了侠客楼古道，继续我们故事了。我们的奥斯通先生很想要这笔钱，所以呢，他就坚决说我一定要当天12点之前要把这笔钱给他。然后呢，他一下说他人要来找我，一下说他人不在雪梨，所以呢，要我直接 ATM deposit 给他。然后呢，一下就说哦，没有，他同事会来找我。原来说他从头到尾呢，就是讲的都不一样。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好，不管怎么样，我入住之后才给你钱，而且我当天晚上可能10点多才会到家，那你还要来当天找我拿钱吗？所以他真的晚上10点多，他就来到我们大楼底下，然后要来跟我拿钱。于是呢，我就很努力的用了我的4张提款卡，终于成功用1张提款卡提出1000块欧元，不是欧元，澳币。然后呢，我就把这一叠钞票，就是10点多带到我们家楼下，要转交给我们的奥斯通先生。人家在交易毒品，给他钱之后呢，我就跟他说，那请你录音，说多久之后会把钱还我，然后怎么还我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当场真的用 WeChat 录音说，时候陈女士退租的时候，bond会在7天后归还，然后bond会以转账形式归还给陈女士。我就开始入住了，然后其实入住了2周中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们就 fast forward 到2周之后，就到了我要退房的前一天，我们就要联络奥斯通。结果呢，奥斯通联络不到，就我怎么样微信他都没有回我。我从下午一直联络到晚上，然后我也发现我的 WeChat 被加到一些很奇怪的群组，就是整个状况很诡异。所以呢，我就联络了当时让我看房的那个租户 B， 联络他跟他说，哎，怎么好像怪怪的，没有。然后这个租户 B 马上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他那边也出事了。他是直接被公寓大楼的 manager 发现说那些刷的卡都是诈骗的钱，他就直接要被踢出去。然后因为当时呢，我跟租户 B 人都刚好在附近，所以我们就碰上面，就在讲这件事情。就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接起来呢，就发现说这是这个诈骗集团里面的某个头，他称他自己为上总。这个时候我就赶快请那个租户 B 帮我整个录影录起来，所以我们有整个对话的过程的录影。这个对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整个诈骗过程里面最恶心的一段了。以下片段包含敏感内容，如自觉不宜观赏，请自行略过至10分25秒左右。此片段无广告营收。然后呢，上总就开始在那边踢皮球说，哦，他人不在雪梨啊，他人在墨尔本，那他怎么可以跟我拿到钥匙呢？那我可以把钥匙随便放在大楼的一个角落，他到时候去捡。他想说这是什么荒谬的想法？万一到时候钥匙不见，然后怪我嘛？他就说没有啦，照片存证啦，没问题的啦。然后开始说，哦，那联络不到奥斯通，因为他好像只是兼职的，怎样怎样。然后就说你不是他老板吗？为什么联络不到？请问您这个老板为什么联络不到您的奥斯通先生？我也不知道，他只是做兼职。然后呢，上司就开始性骚扰，他就说：“我叫上，你很可爱，我想见见你。你勾起我的兴趣了，不等我吗？你要不要陪我一下？我过来。OK，等我见到你了。我有你的护照呀，亲爱的，我在暗处，你在明处哟。你要小心了，等下要给你来一刀呀，亲爱的，小心我抓住你呀！你跑不到的，你怕不怕我抓到你呀？还肯定是还，是有条件的，亲爱的。你要陪我一下。和尚没有陪我，我会好好对你的。你的人我都没有摸到，我怎么好好你过去啊？
天啊，这真的超恶心，一段很恶的对话。这些证据影片我到时候再收集起来，然后放在会员频道，想看自己去看。对，反正后来我不敢管他了，我就想赶快去联络那位奥斯通先生。然后我们那次电话打啊打，结果突然是一个女生接起来。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那是另一个租户，我们就叫他租户 C。租户 C 呢，他人在墨尔本，他直接就破口大骂说，他就是个死胖子，个死骗子。然后就听他讲他的故事，然后他说最夸张的是那时候他决定不要租了，结果那个死胖子直接想要冲破他家的门 Oh my 就 god！ 想要直接 break in 他的房间，而且那时候是还有其他人在他家，所以才把他挡下来。但是我就觉得天啊，这个已经越出了单纯的诈骗了。租户 C 就说他那时候在信箱里面发现很多我们上万澳币的未缴罚单在那边，然后有很多他们买东西的一些资讯或什么的。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说那些资料真的是正确的，因为毕竟他们是诈骗集团嘛，就觉得他们的什么资讯应该都是假的。然后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懂这整个诈骗是怎么进行的话，就是大概总结一下，就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假扮成是一个 agency， 是一个中介，然后他就是会宣称说他们跟这个大楼是配合的，价格比较优惠这样子，所以他会收我们这些 victim 的现金或是转账的钱，然后他们呢会再去用盗刷的信用卡去刷大楼的钱。然后事情之所以会爆炸，就是因为有些租户的盗刷款项没有过，或是被 dispute， 然后被大楼发现说这些款项怪怪的，发现是诈骗的钱，他们就赶快被停掉，被踢出去。然后我的状况比较诡异，就是因为我的款项全部都有刷过，所以从大楼的眼里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隔天早上一定要先去跟大楼讲这件事情，然后看怎么处理。然后其实他们大楼人超好的，就是马上就是说他们会赶快终结我的约，也不会多收我任何钱这样子。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可能不是第一个案例了，就是还有很多其他人都爆炸。这间大楼公司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就是有请我去写一个很detailed的 report， 把所有证据都收集起来给他们，然后他们之后就是会去报警处理这样。所以这是我先跟大楼做的第一个动作。然后我自己在离开雪梨之前，我是有去警局报案。目前的讲法是说，我确实住了2周。那我唯一没有拿回来的是磅金，在他们眼里来说，并不是诈骗，只是财务纠纷而已，没办法 categorize 成诈骗。对，所以呢，就是必须等其他人去报案，或是等大楼去处理，才有办法有进一步的解释。虽然说确实他有很多性骚扰啊，或是他们刷的款项是黑钱的这个问题，但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子总共3000块澳币就不见了。这钱是怎么算的？就是租金是一周500嘛，所以总共的租金是1000块。然后呢，磅金就是所谓的 security deposit， 他们是收1个月，所以是2000，所以当初他是跟我们要3000块。那这里面呢，我有1000块是用转账的，2000块是给现金这样子。好，因为毕竟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结，所以我觉得后面还有可能其他的 process 或是 update， 我们就以后再讲。但是呢，这一集呢，我就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澳洲1个月被诈骗3次的事情。那这边就来跟大家分享说我当时怎么处理后续的。就我觉得，既然钱都被骗了，那就当做是缴个学费来好好的认真学一课，然后就好好的把事情处理好。第一件事情真的是要保持冷静，对，就是你发现你被骗的当下，就是冷静，然后呢，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要好好的讲，对，就不要故意去惹对方或什么的，因为就是你想要能够套出越多话，或者收集越多证据越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惹对方，然后就好好的保持冷静，对，然后对方怎么威胁你，你就把他当耳边风就好，对，你看就是他怎么性骚扰我，我也是不想管，就想说，虽然我也是在空气里面骂脏话，但是其实我是保持冷静的状态，因为我当时其实有一点点预感说有可能被骗，所以我真的被骗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啊我怎么被骗了，我只觉得说 OK 好，我真的被骗了，那怎么办？然后我觉得就是能够收集越多证据越好，所以如果当下旁边有人或是有办法的话，就尽量录音，然后所有的对话全部都留下来，就不要删掉，也不要封锁。像我就是即便到现在已经过了1-2周了，我都还是持续的收到对方一直打电话过来，然后一直想要找我。对，那我就是选择没有接，但是我也没有把对方封锁或什么。但后来有警察跟我说，我在对方不知情的状况下去录音是不行的，是违法的。那我就觉得，身为受害者，如果你当下不去做这些存证的动作的话，那之后怎么办？所以这一部分我无法告诉大家说录音到底 O 不 OK， 但总而言之我做了。
有请有经验的法律人士告诉我们的，身为受害者当下该怎么处理。我当下也确实没有封锁，然后这件事情呢也有被警察说，你当下没有封锁，没有 say no， 没有 say stop， 那这些就不算是 sexual harassment， 就不算性骚扰。我自己是觉得这个逻辑蛮奇怪的啦，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这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所以这一部分有待商榷。但是呢，总而言之，这是我的 action。然后再来另一点很重要的事，就是不要让对方知道你下一个行为或行动是什么。因为像那时候我意识到说，对方很想要知道我到底在雪梨干嘛，然后我是做什么事情的，那我到底会待多久，然后我是不是接下来要去哪里，我都没有让对方知道。做什么工作？我搞不清楚呢。其实我当时是隔天马上就要搭飞机去下一个地方。对，但是我完全没有让他知道，是让他觉得说我人还在雪梨。如果你让对方知道说你可能接下来就会去哪里或做什么，他可能就会知道说他怎么应付你。对，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行踪，不要被对方发现。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保护你的个人资料，像我就换了我的电话号码，通知银行这件事情，然后更改我的账户号码。虽然他们单纯有我的账户号码也不能做什么，但是我想要避免说他们拿我的账户号码洗脏钱或什么的，也是跟他们说哪几笔款项是转给他们的，然后让银行去处理。虽然说他们没有办法保证说你一定可以把钱拿回来或什么的，可是至少他们注意到了，然后他们就会做 whatever they can do, even though I don't think they can do anything. 那再来护照的话，就是一个我比较不知道会怎么样的问题，因为其实我给他们的护照 copy 上面是有很大的浮水印的，因为我当时有一点 cautious， 我就压一个超大浮水印，所以他们没有我完整的护照。虽然他们如果够用心的话，他们确实可以把它 Photoshop 回去，我觉得这一定是办得到的。I doubt they will have the effort to do that。当然，其实换完护照之后，也是护照号码改变而已，上面不管是姓名啊、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都还是一样的。所以 I don't really know 我如果去换护照，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益处？然后他们有护照，其实也没办法开户，没办法开信用卡，就顶多是多挂几个电话吗 ？I don't know 呀。所以我自己跟朋友分析是觉得说，好像护照没有说一定要换。然后再来呢，就是收集所有的证据资料，然后写成一篇很完整的 document， 可以的话就去报警。像我当时呢，就写了一份非常非常完整、非常 detail 的报告，然后目的是我要拿去给那栋大楼，然后让他们报警的时候有依据、有证据、有资料。再来那一份报告我也拿去给澳洲的警察解释来龙去脉。所以我是有去警局报案的，虽然不见得他们可以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些这些记录之后你要办事都比较容易。但是其实我在澳洲找警察报案的经验非常非常的差，非常负面，就是疯狂的被推脱搪塞，甚至有一点被歧视的感觉。It was a very very rough experience。但是呢，身为受害者你不去报案也不太对，所以我还是去报案了。虽然我觉得报案过程有点像是雪上加霜。那报案的过程跟经验其实非常非常的长跟复杂，所以我之后再找另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然后这边也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在澳洲找房子的话，千万要小心，尤其是那种短期的，他们最喜欢骗短期的人，因为你要么就是刚来不懂规则，不然就是你可能就要走了，就是你很难去抓他们。对，所以我觉得澳洲短期住宿真的是很可怕，就是大家真的要小心。然后尽量可以的话，就都透过 Airbnb 或是饭店去找。对，虽然真的会很贵。那最后呢，我想要为第三个诈骗解释一下。对，就其实你可以看到过程中有很多蛛丝马迹告诉我那是诈骗，但是我最后还是很傻的跳进去了，然后就是让自己去后面更不幸的碰到性骚扰、恐吓啊、歧视什么。那我自己知道我犯下两个错误，就是第一个就是太心急了，因为我当下很想要赶快脱离本来那个很恶烂的 Airbnb， 所以我就急着想要找下一个房子。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又想要贪小便宜，因为那时候我看到饭店都很贵，我就想说啊，就算这个被骗了，我失去的钱好像还是比去住饭店的少，所以呢，我就让自己头这样栽下去。所以其实钱损失的部分，我心里面没有看得那么重。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我在录这一支影片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说有笑的，就有点把这事情当笑话看待。但后面其实让我觉得很受挫的部分是之后警察还有其他机构的一些回应。那这之后再分享。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就希望我可以赶快完结这个案子。我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后面再跟大家分享。然后最后请大家给我一个 like， 然后订阅，因为你做这件事只需要0.1秒，但是呢，我却要被喷个3000块澳币，还有我的护照，然后爬到这个地方拍这个稀疏到不行的枫叶，
来跟他分享这个故事。所以呢 ，please 感谢你们的支持，祝我顺利。等到我之后有 update 跟你们分享，那就拜拜。